遇事莫重于大辟，大辟莫重于出勤，出勤莫重于检验。断案之人，就是要为生者权，为死者言。宋词，洗冤集录。比起活人的供述，我更愿意相信来自死者的证词。活人往往会用虚假的供述瞒天过海，但死者的证词永远不会说谎。总有一些人自以为能犯下天衣无缝的谋杀案，但他们错了。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全会说谎。这个案子由我负责，建阳府新任捕快宋慈。老爷昨天说想吃鱼，我陈氏就去沙石湾等候。午时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老爷躺在地上，到底是谁要害老爷啊？要么别问，不然所有问题全部由你来回答。把案情给我概述一下。大人，书房被翻得很乱，书房的门窗有被从外翻动的痕迹。应该是抢劫杀人。我来的时候血迹未干，应该是刚死亡不久。这尸体有挪动过吗？没有。根据尸僵程度判断，死亡时间是4时。尸斑颜色呈深紫色。如果致命伤是正中心脏的刺伤，那么屋内会留下喷溅的血迹。然而，并没有。血迹呈现血泊状，浸湿了地面。不对，都不是致命伤。是谁第一个看见尸体的？大人，是杨府管家秦四。是我，大人。我一开门就看到老爷躺在地上，吓得我立马就去报官了。大胆！居然有人冒充朝廷捕快，给我拿下！大人，我送死！快，放开！快！这案子你有眉目了？只要你听我的，哪个案子破不了？我听你的啦。你让我在案发现场拉起警戒线，不让别人进来，我照做了。这不是重点，这钱没到账，怎么破案呢？哦。好嘞。诸位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宋慈是我们建阳城的少年天才，帮助本官破了不少大案。宋慈，这位是建阳府新来的孙捕头。孙捕头。宋公子年少有为啊。这个案子的经过你都知道了吧？刚才已经告诉宋公子了。杨老爷今天午时被管家发现死在书房里，正面身中7刀。仵作已经做过初步判定，杨老爷的死亡时间是在4时。这杨老爷身中7刀，你们看这7刀，这一刀可是正中心脏。再看杨老爷倒地的位置，
这刀正中心脏，却只有尸体边上有印出来的血迹，而不见喷溅似的。而杨老爷对面的屏风上，也没有任何血迹。这里面有蹊跷。你说的不对。根据死者身上的刀伤位置判断，凶手在杀人的时候，他是在死者的正面，喷溅的血液是被凶手全包的。这个屏风上，并不一定会有血液。那地面呢？这凶手不可能完美的用身体挡住所有喷溅时的血液，有一刀是正中心脏的心脉，而其他6刀，换句话说，刺中的都是非要害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杨老爷真的是在正常状态下被袭击，无论是和凶手搏斗，又或者是逃跑，人都是在移动的，那这屋子里不可能地上和墙上没有任何血迹。能造成这种现场的可能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杨老爷在中刀之前已经倒地身亡了。凶手在他死亡后刺袭尸体，他的血液早已凝固，所以没有喷溅出来。尸斑可以传达死亡时间，同样可以传达死亡方式。尸斑呈紫红色，按压褪色，也就是中毒的标志。中毒。如果说有人诚实在杨老爷的茶水或者食物里下毒，然后离开，给自己做一个不在场证明，杨老爷在40的时候毒发身亡，这凶手50的时候再回来，在杨老爷身上再插上7刀，打乱书房，制造出杀人抢劫的假象，再加上仵作鉴定杨老爷是40的时候被刀伤所杀，那这个人是不是不会武功也可以杀死杨老爷，同时又有不在场证明？冤枉大人，我没有给老爷下毒，真的没有啊！你的策划确实非常完美，但是你忘了一点，其实这尸体也是会说话的。李大人，请允许我剖开尸体，来证明我的推论。啊，宗子啊，人死尸骨当为尊贵，杨老爷那也算得上是为国家上过战场的人呐。我们应当尽快查出真凶，让杨老爷入土为安。剖尸这是大不敬啊！你们不让解剖还死者真相，中毒而死已经够惨，尸体还被凌辱，只有解剖才能还他一个天理。肺叶下面的胸膜处有点状出血，腹部胀气的厉害，那是因为体内有毒气。而之所以没有喷溅式的血液，那是因为杨老爷身中7刀之前，人已经死亡，血液已经凝固。所以说，只有尸体下面和伤口处有血液，而没有喷溅。若是要向老爷下毒，必定会照老爷的习性入手。而最了解杨老爷习性的，不就是管家你吗？我相信这地上的茶杯肯定有问题。秦四，这么激动干什么？现在这个证据在我手上，该说实话了吧？我有个问题特别好奇，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用的是河豚毒。这毒呢，其实很难察觉，即使这老爷的杯子里还有残留，那也是无色无味的。再说了，这杯子里空空如也，可得小心点。你如果不说，哎，我还真拿你没办法。你炸我！我坚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破案会拥有更多的取证手段。与罪犯的心理博弈是破案的钥匙，
想让他们认罪伏法，就必须撕掉他们的伪装，用切实的证据击溃罪犯的谎言。这尸检之术还需要继续精进啊。宗祠啊，你怎么对尸体这么了解啊？我和他们熟啊。哦。哎，等，李大人，我刚才不是都给你了吗？你刚那是定金，那现在案子破了，不得付尾款吗？刚才人那么多，给你点面子。这。哎，那刚才要是案子你没破呢？这定金都是恕不退款的，案子没破，尾款我就不要了。这就叫一分价钱，一分货。你真是掉钱眼子里了。你弟弟宋慈在我这儿赊了半斤牛黄，1两砒霜，还有3钱的蜂蜜，要不给我结一下？砒霜、牛黄。宋老板，你弟弟宋慈从我这拿走2匹布的时候就说了，最多2天就给我结账，现在都过去7天了。宋老板，我也是小本生意，要不你先给我结了呗？哎，我弟弟还欠你们宜春院的钱。哎呦，本来我都没打算要来，只是他借我们家惜春姑娘的西域胭脂，那可是孙大官人送的。孙大官人今晚要找惜春姑娘，你说这要再不还回去，只怕闹出点什么误会，不太好吧？哼！棺材铺赵老板，青姐啊，他在我们店拿了一口上好的檀木棺材，说你急用。说我急用啊！走，跟我走！哪有不还钱？哎，青姐，走！宋慈，慈哥，救我！我可是还钱！你还跑？还钱！赶紧还钱！不然把人腿打折了！慈哥，救我！这都能认出我？宋慈，你今天要替他出头是吧？好手！听我的，演戏，好小子，连我姐都敢调戏，疯了你啊！找死！哎，他是不是惹你了？啊？来，给你，这个角度砸下去，脑袋肯定爆，红的白的全部都溅出，红的是血，白的是脑浆。来，别，来，我们那是小事，拿着快点儿，撤！哎，别演了，起来。此哥，你这第2脚明显没受住啊！那个，我这是不是受伤了？这算什么？这就是轻伤。我告诉你，你没看到他们多少人啊？真要这么揍，早没命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当时你演技有问题，知道吧？当时我啪的一脚，你就该往上飞，你知道吗？显得我武功不好。疼啊，哥！人没坐稳，躺好，躺下。1、2、3，轻点，来。哎呦，对了，刚才你欠他们多少银子呀？就1两。1两？行吧，刚看在我保护你的份上，好兄弟嘛，就收你个1钱吧，拿来。哎，此哥，我告诉你个消息，你看能不能抵了这债？哼，你慈哥都想骗，哪能啊？哎，我刚才看见青姐和那个田大壮去了酒楼，你姐答应那个田大胖子了，和他相亲了，恭喜啊，你要有姐夫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，真的啊！
女儿红打包，酒换成醉春归，银子咱俩37分。明白。大壮哥啊，我觉得你点菜的时候特别帅。是吗？一般帅了。青青啊，这杯酒我敬你。其实我……别这样，这还有人在呢。就是个瞎子嘛，没事。哎呀！你怎么来了？姐，你在这儿啊？哎，大壮，你也在？哦，姐，你喝酒了？你不要命了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！甄大夫说了，怀着孕是不能喝酒的，你怎么能不听呢？怀孕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怀孕啊。还有，你吃药了没啊？你的癫狂犯了怎么办？你把他打伤了，拿什么钱赔啊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大壮哥，大壮哥，臭小宋，今天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别，姐。我那可是30年的女儿红，你放下！你给我放下！那可是30年的女儿红。我要放下，你不准打我。你先放下！哎呀，我多好的事儿被你给我搅和黄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田大壮他爹是建阳首富。那田大壮是个什么人？你不知道啊？又傻又顽固。他追你那么多年，你都没答应，今天怎么了？犯糊涂了不正常啊！我要是不嫁给他，你那些债怎么还？真不知道你怎么想，天天捣鼓那些破发明有什么用？哎，姐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那些发明是大有用处的，不信你跟我来看看。有了，姐，你把手掌放在桌上。干什么？哎呀，听我的。好了，来开吧。搞什么呢你？有了。这什么呀？姐，你想啊，在这犯罪现场，我若撒上了这些粉，找到了凶手的手掌细纹，再和嫌疑人的手掌细纹一对比，凶手立马不就出现了？经过我的研究发现，每个人的手掌细纹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你怎么知道这嫌疑人手往哪儿碰啊？以我的专业判断，我会在每个嫌疑人可能触碰过的地方，全都撒上我的粉。只要是在1天之内触碰过的任何地方，撒上我的这个粉，就立马会有手掌细纹溢出显现。照你这么说，每个人的手掌纹路都不一样，那这对比起来，得对比到什么时候啊？所以我这不是在找改进的办法吗？我的这种粉，我叫它宋瓷粉。还宋瓷粉？哎，姐，你要是以后不打我，我叫它宋青粉。那不用。这得花多少钱呢？你在外面搞那么多东西，欠那么多钱，就为了这些？这是有用，可有用了。可以啊，宋慈，你小子出息了。来，你个臭小子，你不好好读书，考取功名，把我这酒坊做大，你天天研究人死法，你。我就感兴趣。你能不能有点正常人的兴趣啊？我兴趣没问题。要债的已经上门了，这钱怎么弄？我帮这个李大人把案子给破了，他给了我这2两，我是想着等钱挣够了，然后再一起慢慢的。给我拿过来。啊，有这2两就好办了。
哦，李大人，退下，退下。是。未曾禀报，大脚大脚。哎呀，田员外，田员外，坐坐坐。李大人，有一事相求。临安城刘员外向我要批茶叶，事不凑巧，我的2艘大船正在运输茶叶的路上，所以我今前来向你借一艘大船用，可否？哎呀，没问题呀。这次水灾，田员外开仓放粮，可是做了大善事。借艘船算什么呀？我相信建阳城的老百姓会永远念着田员外的好的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替皇上分忧吧。只是李大人这次调任吏部尚书，我本当设摆酒宴，与你把盏饯行。可是我要随船送茶叶去临安，不能与你送行，深表遗憾。哎呀，这有啥遗憾的呀？你先押运茶叶去临安，茶叶卖个好价钱之后，你再多待2天。等我到了临安以后，我们在临安喝，那是一样的嘛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孙捕头回来了，来，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都招了吗？呀，李大人，你们有公事，我告辞了。不要紧，田员外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好嘞，大人，是这样，杨府的管家全部都招了。不过卑职认为，以他的头脑，他根本就想不出这么高明的杀人方法，所以在卑职的审讯之下，他把同伙也招出来了。哦，还有同伙啊？是的，大人。所以说卑职这就准备出发去歙县抓人。你去吧。那个田员外，这位是建阳城新来的孙捕头，孙宝景。以后在建阳城有什么事儿，可以随时找他，好使。孙捕头，见过田员外。赶紧出发吧。行，大人，我出发了。好。这次多亏李大人帮忙搞到一艘这么大的船，这才赶得上把这批好茶叶运往临安。今天晚上又起大雾，别的渡船没有一条愿意走，幸亏咱们有大船，李大人真是帮了大忙。等咱们到了临安，把茶叶生意做成了，我要设宴答谢李大人。哎呦，这雾气可真够大的，这都看不到航行路线了。咱们现在这是到哪儿了？除了建阳，这峡水至少30里地没有岔口，尽管沿江而上就行。张叔，这峡水晚上经常起雾吗？起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就是感觉有点冷。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背后发凉啊？啊！你看你那熊样！说，你小王八蛋，你还想吓我呀？说，你看啊！谁？你去看看。落水无声，滚！昨天一晚上可真够累的啊！昨晚雾那么大，你还出船了？哎，穷苦人家有钱赚就好了，哪还管什么天气啊？志哥，有这么一个姐姐，还真够为难你的啊！我姐还觉得有这么个不省心的弟弟，能为她了。哪能啊？你可比你姐省心多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看啊，我给你做姐夫怎么样？我便宜你都占，我便宜你都占，我便宜你都占。哎呦，我错了，你不行就不行嘛。
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，你可以去找子方帮忙啊。哎，他可是堂堂镇抚使的大侄子，有钱。我告诉你，就那些屁男，比我还抠。嗨，那是平时，真是遇到事的时候啊，子方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我听说宋公子昨日又闯祸了，他帮大人查案的时候，竟扬言要将杨老爷的尸体剖开，这十里八乡的可都传遍了，说宋公子啊是大逆不道之人。话是不是有点多了，花宝？平日里怎么教导你们的？更何况宋慈是我的好兄弟，不能随意议论他人。公子，春光如此明媚，躲在这看书，实在有些辜负了这大好时光，何不出去走走呢？对我来说，这么好的天气，出去游玩，才辜负了这么好的春光。非也非也，人生应当及时行乐才对。宋慈，这个虽然碎了，但是不影响口感。子方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得救救我们家呀！借钱也得有分寸吧，看用来干什么。病入膏肓我可以借，遭逢大难我可以借，家破人亡我也可以借。哇，你有多恨我呀？原则问题，圣人云救急不救穷。我欠的钱都是用来做法医研究的。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你昨天帮我疏破案的时候，居然要剖开死者尸体，你知道旁人怎么说你的吗？我才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的呢，解剖就是需要研究的。你就不听我话了？公子，出事了！昨天晚上在峡水上，田员外被女鬼杀了。老爷已经赶往码头调查这个案子了。看什么看？自己动手！不是要钱搞研究吗？嚯！都死人了！女鬼杀的！太吓人了！看看吓死你！李大人，您别急嘛。大侄子，你可算来了！我才是你亲侄子。宋慈贤侄啊，临安一个财主要收田员外家的茶叶，这个田员外昨天亲自带着3箱上好的茶叶赶往临安，哪想到在峡上遭遇不测，居然听说了，女鬼啊！千真万确，我俩都看见了，红色嫁衣女鬼在船上飘着，然后在船头跳入水中。她没有声音，她也没有水花，肯定是鬼。这活人落水哪有无声无浪的？一定是峡水女鬼干的。二位，当真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虽然晚上有雾，可并不太浓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红色嫁衣女鬼，那头发很长。宋慈啊，孙捕头昨日未时去朔县抓杨府管家的同伙去了，我这现在实在是没人，这个案子你得帮我。李大人，这忙呢肯定是会帮的，就是德行。那个，我肯定不会让贤侄白忙活的。这话说的，我是这种人吗？行了行了，谁不知道你的德行？哎，你闭嘴！贤侄放心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李大人，那说回正题，让我看看尸体吧。没问题。尸体无头，尸体的僵硬程度来判断。宋慈，指甲断裂，手指间挫伤，死前有过痛苦和挣扎。可我们并没有听到船舱里有什么声音啊，我们认为老爷睡觉了。两位，能否描述一下
最后看到死者的情况。就在女鬼跳水之后，船舱里传来了老爷的喊叫，我们立即就过来了。从船头跑到船舱，转眼的功夫，这船是条大船，上下2层，船头到船舱的距离至少要100余米，还要上2层才能到杨老爷的房间。二位，是否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没有。这茶叶怎么了？当时地上全是茶叶，但其他地方都很整齐。如果老爷生前搏斗过的话，不可能这么整齐，我们也不可能没发现的。老爷不会有事吧？你进去看看老爷去。当时老爷就躺在床上，头没了。我们就赶紧报官了。你们老爷有喝茶的习惯吗？我们老爷是茶商，自然爱喝茶，晚上都要泡上一壶。这就奇了怪了。你们看到田老爷的时候，尸体在床上，那么很有可能是他睡觉的时候，凶手把他杀了，并且把他脑袋割下来。但茶是新泡的，很浓，几乎没怎么喝。死者生前泡了茶，但是没喝，却睡下了。等睡下之后，凶手出现，把他的头颅给砍了下来。你不觉得这一切有些奇怪？让我觉得诡异的是这个现场。看着满地的茶叶，躺在床上整齐的尸体，从你们听到那一声惨叫，再到二位从船头跑到船舱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是怎么如此快速的布置这个现场的？布置这个现场，又是为什么呢？还有就是凶手是如何上船，又如何离开的？这一切完全解释不通啊！还有船头上的女鬼，这一切，这根本解释不通啊！这一切，李大人，这我家老爷肯定是被女鬼杀死的。除了鬼，还有一个解释。你们两个张口闭口说女鬼，但从头到尾的目击者只有你们两个。所谓的落水无声无浪，也是你们两个说的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你们俩干的呢？为了脱罪，编造了这一通嫁衣女鬼的谣言，惹人耳目。有道理呀，那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，都是因为大家伙听了这两个家伙的一面之词。来呀，给我拿下！李大人冤枉啊！我们怎么可能会杀死我们老爷呢？我对我们老爷是忠心耿耿，真的是女鬼干的！胡说八道！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？带走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等一下。大人，虽然这案件诡异，但我觉得不是他们俩做的。你该不会是也相信神鬼之说吧？是因为他们没有杀人的动机。临时审查，切勿轻易，贵在精专，不可失误。宋词，洗冤记录。若是想要谋财害命，完全可以等船只开到建阳地界，然后再开到水峡的时候，将尸体投到水峡里，最后再开到任何什么地方，这船上的3箱茶叶和财产便全部归他们所有了。你说杀了人还回来报官，官府会通知田老爷的家属，财产自然会归还于田家后人，他们图什么呢？谢谢李大人，谢谢李大人。这件案子一定是人为的。我和李子芳从来不信什么鬼神学说，只是这个凶手比较高明，他布了一个迷局，而我们还在这迷局的后面。首先得知道为什么打开货物，又为什么摆了这满地的茶叶。
这一定是在藏什么东西。田员外的。这是10年前跳霞水岸自尽的于扶摇姑娘的随身玉佩。于扶摇？对，她是田员外未过门的小妾。10年前，于扶摇年轻貌美，来霞水村收鱼的田员外对她一见钟情。田员外用1两黄金雇于扶摇去采茶叶。家境贫寒的于扶摇没有听哥哥的话，随田员外走了。于扶摇到田府之后，就发现田员外的目的是要纳她做小妾。于扶摇誓死不从。我听说是因为当时他有喜欢的人，于扶摇爱的这个男人呢，一直没有出现过。田员外也挺狠，诱骗不成就诬陷于扶摇盗取府内宝物，连官府的人都找不到证据。最后于扶摇罪名坐实，要被砍头的时候，田员外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他可以撤销指控，但于扶摇必须做他的妾。他哥哥于更一为了保住妹妹的命，就应了这桩婚事。但出嫁那天，于扶摇偷了家。抓住他！抓住！据说他死后化成了厉鬼，很多人在霞水看到过的红衣女鬼就是于扶摇。那你信鬼吗？鬼神之说，信不信净3分吧。所以我书读傻了吧你？那说白了就是不信，但又不敢说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案子不是鬼干的，那就是人干的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什么人敢大张旗鼓的布置出女鬼索命的案子，然后杀害田员外？肯定是跟于扶摇最亲近的人，动机是要给于扶摇报仇。你看，你也不傻呀。那肯定。所以说，这个查案的方向就有了。第一是于扶摇爱的那个神秘的恋人，而第二，这于扶摇的哥哥于更一，现在这个人他在哪儿？哎呀，这让我这一通好找啊，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。师爷找我们干嘛？李大人的调令啊，刚刚下来了，他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可还没来得及赴任呢，这竟然在他的辖区里出现了这么大一起命啊！你可一定得帮帮他呀。放心吧，子枫，走吧。哎，师爷，你呢留在这里，有个很重要的任务交代，案子能不能破，就看你了。走。客官，您把面钱结一下吧。不是，我就说你是个离经叛道的混小子，这就是你的突破口啊！哎呀，我们在等人呢。等谁啊？人来了。师傅，上粥了。呀，巧了，这都是谁呀？你们先啊，我们就在等你呢。啊？你不是万事通吗？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现在那个于更一住哪里啊？于更一呀，于更一怎么了？说起来呀，是和于扶摇的死有关。为什么呀？要说10年前那会儿，我还是个孩子。那田员外去霞水村是我带的路，但我哪能想到他会看上扶摇姐呀？你到底带不带我们去啊？不去，不去是吧？赖子哥，赖子哥，我去。子哥，于更一他家我能不能不进去啊？你也知道。他见到我呀，就跟见到仇人一样。我这，我不去。谁呀？你给我滚！你来这干什么？
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就说我不该来嘛！出去。你就是于更一，于扶摇是你的妹妹。我叫李子芳，现任镇府李崇新是我叔父，这位是我兄弟宋慈，孟和生也是我们带来的，想了解些情况。你这身体是怎么了？郎中说我活不了几个月，我这肺也好不了了。不过不碍事，反正我已经活够了。田员外的死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苍天有眼，是我妹妹鬼魂来索命，报应，报应啊！那你就没想过杀死田员外吗？杀，我也想杀。我一个一没功夫二没势力，就剩下半条命的人，我拿什么杀？不过我倒是想过，等我死了之后，再去找他报仇。可是我这个妹妹先我一步报仇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们两个完全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。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想替你妹妹报仇？孟和生。当年孟和生和他爹逃出来，来到霞水村，是我妹妹给了他一口吃的，他们才活下来。可是没想到，孟和生这个混账东西，居然把田员外这个畜生带到村子里了。那你知道他和于扶摇的感情，所以你才会觉得有可能是他杀的田员外。是你们非要问我，可是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其他人。一个10年前就死了的女人，谁还会记得她？谁还会替她去杀人呢？也许真的有鬼。这田员外死了那晚，你在干嘛？我一个快死的人能干嘛？仇人死了，我虽然可以安心等死。你还有什么愿望吗？能否把我妹妹的玉佩还给我？你怀疑这人是于更一杀的？于更一本来就是最大嫌疑人之一啊。我想查一下10年前和于扶摇死亡相关的所有资料。假如凶手是于更一，他为什么选择在10年后杀人？还有，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他又如何杀人？不过，你刚才故意给他设陷阱，没想到他还真往陷阱里跳。你故意问他的愿望是什么？他说想把玉佩给拿回来。可是关于玉佩的事情，只有现场的人知道，衙门根本就没有向外透露任何信息。他是怎么知道玉佩的事的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于更一肯定跟案情有关系，即便不是凶手，也有可能是知情人之一。那你干嘛不把他拆穿啊？我之所以没有当场拆穿他，那是因为他完全可以不承认，他可以说是他妹妹托梦告诉他的，能拿他什么办法呢？走吧，去查一查文献记载，是时候发挥一下你过目不忘的本领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于更一杀的人啊？人家说了，人是你杀的。我？哎，我怎么可能杀人啊？哎，于更一肯定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系，但以他的身体状况，恐怕无法独立作案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另外有人在帮助他？喂，别打扰李公子看书，放我这儿。谢谢。公子他……没事，去吧。哟，公子，我查了一下霞水村10年前在册人员的名单，当年霞水村有43户人家，231号人。哇，这231个人的信息你全记住了？这231号人里面排除老人、孩子，结过婚的，当年跟于扶摇年龄相仿的男性只有17个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于扶摇
可有个喜欢的人。你记性这不是不错吗？我这不是记性好，我只能记住这些关键的点。所以你怀疑的是这个于更一是和于扶摇喜欢的人一起做的案？于扶摇喜欢的人或许也很喜欢于扶摇，这男女之间的情愫本来就说不清，说不定他们两个私定终身了呢。于扶摇的死对他打击很大，所以跟于更一合谋做了这件事情。哼，恋爱倒是没谈过，懂得不少啊。这只是我的小小的一个思路罢了。没错，这的确是个思路。而且现在于更一的身体很糟糕，我在想，今天他是不是故意提起玉佩的事，让我们怀疑到他？这目的呢，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隐藏另一个人。你跟我想到一起了。子方少爷，李大人找你呢。好。说到底，于扶摇的死，我是有责任的。想当初，我还没有当镇抚使，只是一个县令。田员外诬陷于扶摇盗宝一案，是我没有明察秋毫，以至于于扶摇跳了峡水。这怎么能怪大人呢？如今冤魂索命，我也难逃干系。叔叔为何老说冤魂两字？我相信这世上所有案子都是人做的，跟冤魂没有关系。这个案子有太多解释不清的地方，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案子？就是啊。来，李大人，喝酒。你说这个嫁衣女鬼，是不是那两个田府家伙随口编的呀？那什么落水无声，怎么可能嘛？咱俩是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听见田员外一声惨叫，进去以后人已经死了，躺在床上，头身分离，凶手却不见身影。这骗鬼呢？这不是？这要是有鬼啊，遇上我鬼头刀马小宝，我这一刀下去，定让他完蛋。谁？不对啊，总感觉不对劲。哎，昨天一晚上可真够累的啊！昨晚雾那么大，你还出船了？那天晚上起大雾，这孟和生怎么会出船呢？哎呀，穷苦人家，有钱赚就好了，哪还管什么天气啊？还故意先告诉我他出船了。李大人，孙捕头回来了，快请。大人，宝景辜负了大人的厚爱呀！孙捕头，快起来！大人，这次去抓杨副管家的同伙，无奈晚到了一步，人已经跑了。这个不要紧，主犯已经归案，从犯他这好说。现在建阳城出了更大的案子啊！是，我也听说了。所以我及时赶了回来。李大人，这个案子交给我，我一定把这个凶手给抓到。好。孙捕头，啊，你们这次缉拿共犯的时候，是遇到了对方，还是没有遇到对方？哦，没遇到。我带人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跑了。那孙捕头这一身灰土是？我呀，回来的比较急。歙县呢，雨雾又大，早上山路特别崎岖，不好走。我着急回来跟大人复命，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。有劳孙捕头。哎，不敢，分内之事。对了，孙捕头啊，你这几天不在的时候，峡水女鬼的案子，我跟宋慈调查的已经有些眉目了，倒是跟孙捕头细说。啊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李公子，事不宜迟，我随时复命。我太想把这个案子给他办了。哎，顾校尉，这大晚上的干嘛呢？报，嫁衣女鬼出现在大牢，我们奉命巡查全城。哦，快！
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子枫，怎么回事？2名狱卒和在狱犯人都看见了嫁衣女鬼，他们看到女鬼之后就晕过去了。鬼，是鬼，真的是鬼。那个女鬼是从门口进来。嫁衣女鬼！我一看见她，就浑身发软，一动也不能动。然后她走近我们就晕过去了。最后你们看到女鬼是往哪个方向跑？她去最里面了，然后在最里面就消失了。哟，宋公子，孙捕头，案发的牢里关着什么犯人？哦，现在里面只关了一个人，就是杨府的管家秦四。鬼，一定是女鬼！这满地的血，尸体呢？尸体不翼而飞了。听好了，今晚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不能向外界透露一个字。是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2位还不走吗？孙捕头先回吧。告辞。告辞。宋慈，看这个。这什么叶子啊？建阳城没有这种叶子，就觉得挺奇怪的。这叶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也没见过。不早了，你这会儿该回家了吧？今儿凑合睡你那儿吧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你是不是往我这儿跑得太勤快了？我俩都多少年交情，你这么不讲义气啊？哼，想都别想。哎，喂！你听到没有？你们家地板多硬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。要不这样，我跟你洗洗啊。哎，如果你不想睡啊，你可以走。我已经够仁慈了，我的床是随便能上的吗？哇，你们读书人好变态啊！对了，今天有件事，差点忘了告诉你。说之前，你有个心理准备。什么事？我怀疑孟和生有问题。开什么玩笑？孟和生跟我们那么多年朋友。孟和生故意和我提起，田员外出事那晚他出船去了。可是，田员外死的那晚，晚上是大雾，这孟和生居然出了船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有没有可能孟和生跟于更一的恩怨是装出来的？虽然说当时田员外去霞水村的时候是孟和生带的路，但霞水村又不是世外桃源，也不是皇城禁地，即便不是孟和生，随便找个人也可以带他去啊。我觉得于更一没必要恨孟和生吧。没错，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仇恨对方，而且他们和于扶摇的关系是可能联合起来杀死田员外的。你给我滚！他们在外面表现的好像互相仇恨，甚至在我们找凶手的时候，他们互相指认对方是凶手。这么做的目的，可能是不想让我们联想到，他们可能会一起作案。你来这干什么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虽然这件事情我不愿意相信，但目前看来，孟和生和于更一的嫌疑是最大的。
另外还有些地方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会出现女鬼落水无声？凶手又怎么进入船舱杀了人又离开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布置个鬼杀人的现场？人完全做不到啊，所以人们才觉得这件事是鬼干的。而且如今又多了一个疑点，这凶手为什么要扮鬼进入大牢？杨府管家秦四又去了哪里？这些事情和于扶摇的死又有什么关系？子方，我得先弄明白船上发生了什么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我要再上船看看，还有，再检查一下田员外的尸体。我明天去找叔叔说吧，赶紧睡吧，天都快亮了，我都快困死了。谁啊？少爷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有人亲眼看到战衣女鬼在峡水上杀人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得换件衣服。尸体是你们亲眼所见吗？亲眼所见。还有看到其他的吗？师爷，哎呀，你们俩可算来了。这李大人呢？李大人和孙捕头公干去了。尸体啊是在上游被发现的，这船顺江而下，被我们在这儿给截住了。这次被杀的是个艄公，叫莫和生。莫和生，司法跟田员外一样，也是被砍了头。可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有人亲眼看见了他被杀的整个过程，人我都带来了。你们都看到了什么？我们俩清早在峡水边上散步，亲眼看到这个艄公乘船出去，女鬼一下就从他身后冒了出来，一刀下去，他头就没了。你们俩当真看见女鬼了？千真万确呀！穿着红色的嫁衣，披头散发的，我俩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他的头呢？我看掉河里了。哦，是，船上没有发现死者的人头，应该是掉进了峡水里。他们俩也都看到了，我已经安排了几个水性好的人前去打捞。四哥，你这第二酒明显没收住啊！你看我这是不是都受伤了？这就是轻伤。啊！真的是他！你有2人竟然怀疑多年好友，我想孟和生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很难过。这次凶案有人目睹了一切，孟和生被杀的时间跟女鬼出现的时间都差不多。如果是有人假扮，怎么可能同一时间出现在2个地方？那还用说吗？人怎么可能办得到啊？肯定是鬼，绝对是鬼呀！现在连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鬼了。孟和生死了，报应，报应啊！扶摇还在报仇，他要把害死他的人全都杀光。他有问题。于更一这个人，我怀疑他知道很多事情，得继续盯着。好，走吧，去田员外船上再看看。走。贤侄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我请来一个贵人，临安沈家的2小姐，通灵世家。沈小姐已经答应我，帮着招于扶摇的魂，化解于扶摇鬼魂的怨气。沈小姐，沈西月的事你怎么看？江湖骗子。我听闻很多人说了，临安沈家他们真的可以跟鬼说话，还帮助了很多人，解决了很多事情。就这种事情呢，您的茶，我是不会过多评论的。民间传说越传越离谱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我是绝对不会交给小神婆的。孟和生都死了，
我必须亲手抓到凶手。对了，我让你安排的事呢？安排了。田员外的船已经在码头，你随时可以去看。还有他的尸体，你也可以去查。但我叔叔说了，解剖尸体那是不可能的。他家里人哭着喊着要下葬田员外的尸体呢。这还得看我能不能确定田员外的死因。哎，行，答应你。这就对了。我仔细对比了一下，狱卒和目击孟和生被杀时那两人的口供，我觉得这两起案件不是同时发生的。谁？嘉义女鬼！监狱里的人是因为迷魂香而昏迷的。还有，女鬼出现在监狱的时间是子时，孟和生被杀的时间是在丑时。那就对，是人干的。从霞水到大牢，普通人走路也不到1个时辰。如果会武功的话，那就更快了。凶手在子时迷晕牢里的人，然后去杀害或者带走杨府管家，于丑时在霞水杀害孟和生。没错，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就是杨府管家。为何他的尸体不翼而飞？还有，他和于富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要不去停尸房看看？可以。走吧。子房，我自己进去吧。我必须重新验一次。行了，我还是跟你一起进去吧。怎么，你平时不都嫌脏吗？平时是平时，当下是当下，这不是怕你难过吗？但说好了，我的衣服不能擦鼻涕擦眼泪。从谁开始查？那就先从田员外开始吧。他的头颅已经缝好，我记得你不是检查过他的尸体吗？可是之前没带我的发明。是发明？你这戴着手套干嘛？这尸表特征符合失血过多的特质，除了头颅之外，确实没有其他外伤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一个问题：这田员外的真正死因究竟是什么？看起来是被人砍了头颅，但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样子？当然记得，尸体在床上，没有头颅。那被子呢？也很整齐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到真凶，还你个公道。喂！若验服毒，用银钗皂角水血洗过，判入死人喉内，以纸密封，良久取出，做青黑色，再用皂角水血洗，其色不去，如无，其色鲜白。宋词洗冤记录。这银针没有变色，死者生前没有中毒的现象。你这又是在干嘛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绸缎，我想起来了，绸缎。我在田员外的船舱看到过白色的绢，就是绸缎。这怎么解释啊？
真挚总有肆意方式。几个铁马风驰海日老化的历史，无惧浮上的已是化身对。